根据研究呢，50到65岁大概有1/4的人口会有重听的现象，到65岁以上呢，就增加变成1/3，到80岁以上可能50%都有重听的现象。有一次我去新加坡演讲，那我们就把耳朵保健的一些方法教给听众。有2个听众跟我讲，每天做，慢慢他就发现他的耳鸣不见了。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谈谈耳聋跟耳鸣的问题。耳鸣呢，它其实是一个小小的毛病，可是它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困扰，很多人为耳鸣所苦。现代医学在治疗耳鸣的话，发现这个难度挺高的。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发现的就是说，现在的仪器啊，没有一个可以检查出它的病因。耳鸣它其实可以说是一个症状，有几个症状会跟耳鸣耳聋比较相关。第一个，紧张、焦虑、恐慌、失眠的状态。我们发现耳鸣的患者有70%的人是有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，他长期呈现一个紧张、焦虑、恐慌的一个状态，甚至有失眠的问题。失眠的话，我们都知道睡不好会引起耳鸣加重。耳鸣加重也会引起睡不好。我们在治疗耳鸣的过程当中，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先解决他的睡眠障碍的问题。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，是属于肝胆这个部分有一些火气。用现在的语言来讲的话，其实就是身体呈现一个慢性发炎的状态。另外，在他的耳朵里面会有一些慢性的一个发炎，比如说内耳的淋巴慢性的发炎肿胀的一个状态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开药呢，就是要开一些清肝火、退火的药，然后把一些肿胀的一些问题把它消除。另外一个就是颈部酸痛的问题，通常就是可能颈椎跑掉了，颈椎有点旋转错位。颈椎错位的话，它会导致一些酸痛。这些耳鸣的患者很多是常常脖子不舒服、睡不好。我临床发现一个点，就是说耳鸣的患者他常常在耳朵后面这个凸起来骨头叫乳突。那这个骨头这附近的肌肉特别的僵硬，你把它按压按松的话，这个闷胀的不舒服感觉马上就会消失。另外一个耳闷塞的感觉，耳鸣的患者他常常有时候会表现出一个症状，会说耳朵会觉得闷闷塞塞、闷胀的感觉，他会觉得听声音呢就是听不清楚，好像被堵住的感觉。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？我们从解剖上来讲的话，就是耳朵跟咽喉这边有一个耳咽管，那这个耳咽管如果变得比较阻塞或细小的时候，会导致这个中耳的压力不平衡，不平衡的时候，它就会导致闷塞的感觉。这边耳咽管为什么会阻塞呢？比如说有过敏性鼻炎，或是鼻窦炎，或者是他今天感冒了，可能有这个问题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必须把这个耳闷塞的感觉解除。解除的方法其实很简单，就2个方法，一个是鼻子这一个迎香穴一扎下去的话，它这个鼻子就很快畅通了。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就是在耳朵后面这里要按压。把它按松的话，有些人的闷塞感觉它就会减轻。另外还有一个症状就是头晕、腰膝酸软、胃口差、疲倦乏力。头晕、腰膝酸软，这个从中医来讲的话是属于肾经的亏虚。那另外这胃口差、疲倦乏力，就是我们的脾气下陷，然后导致脾的能量没办法升清上来。当你的身体的能量不足的时候，能够供应到你的脑部的循环的时候，这时候你的耳鸣、耳聋有时候会加重。我临床遇过有这些患者，突然耳朵完全听不到了，那个心里会非常恐慌。我们把脉，这类型的患者发现突发性耳聋，他的脉象都是比较偏实，火气大。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在耳朵放血，可以透过这个放血，把那个实热的火气很快的把它卸掉，顺便促进它的循环。当下就可以感觉有恢复的一些，甚至可以恢复一半都有机会。那耳鸣尤其急性，应该是针灸会是一个很立即的一个治疗手法。通常医生在针的时候会针耳朵哪些穴位呢？一个是在我们的这个耳朵的下面，这个叫平间切肌这边过来那嘴巴张开，这个会有个凹窝的点这个叫听会这是第一个穴道。第二个穴道就是我们耳朵后面会有一个凸起来的骨头，前面的凹窝，这个叫翼峰，它对耳朵这边循环很有效。那另外呢，有一个叫腕骨穴，这2个穴道其实是非常重要，它可以把脖子后面的筋节肿胀可以把它松开。那另外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穴道，就是从发际往上摸1.5寸左右有个凹窝，我们在扎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斜45度往下，刚好是我们胆经的循行的路径，这样扎其实效果最好。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在扎耳周的穴道我们几乎都用泻法，泻法是很重要。有些人这样扎下去一泻一捻转的时候，他当场耳朵耳鸣的感觉，有的人会当场改善。对，那这种耳鸣耳聋的状况来讲的话即使你可能已经10几年
20几年都有机会可以缓解。哦，不是说完全不行的，但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重点，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，就是耳朵有闷塞跟鼻子有关，是因为你的这边黏膜肿胀的时候会导致塞嘛，所以我们会在迎香穴会多加一针。有一次扎了2个患者，扎了3次效果都不理想，然后呢，结果他们都给我描述说他们有鼻子过敏的症状，鼻子常常塞的，结果我们鼻子这里给他扎了2针，他鼻子当然通了。耳鸣突然下降了。哦 ，OK， 对，所以它这个呢，这么讲呢，鼻窍也可以通耳窍。就是脸的5窍其实是相关的。它都有相关。那我们耳鸣的保健操呢，其实有几个哈。这几个其实是非常有效的哈。有一次我去新加坡演讲，那我们就把耳朵保健的一些方法交给听众。有2个听众跟我讲，每天做，慢慢他就发现他的耳鸣不见了。那做这个呢，一定要很认真的、常常的去做，不要说我今天只做1次，我就希望会好，要持之以恒的去做。是。那我们就现在就教大家这几个方法哈。一个是鸣天鼓，再来是鼓膜按摩法啊，按摩耳轮跟波罗筋节跟耳后乳突按摩。我们现在讲我自己的顺序了哈。好。耳鸣耳聋的患者常常这边耳鸣，耳朵后面这个乳突这边特别的紧。好，这边耳鸣就换这边，确实是这样。你这样使劲的帮他按的时候，他会很痛。按揉松的话，整个这个闷胀它会开。好，耳鸣声音还不见得会减少，但对耳朵闷胀很有帮助。好，把它按摩松。好，我们可以这样就用力的去按。好，在这个前后都要按，附近都要按。对，附近都要按。这个有一个波罗筋节，这个比较特别哦，就是我们耳朵侧面这个颞骨这里哈，去找那个筋节痛点，压住会有个地方会特别的痛。有一次就一个患者哈，他就跟我讲说，他明天就要去西医做听力的检查，因为医生跟他说他可能要装助听器了，好像他听力最近都觉得特别的差，他就很担心。他跟我讲说，他的右边的耳朵上面这里有一个点好痛，那我们就帮他按压拨揉，像弹琴，就把它拨松，拨到他比较不痛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讲一句话。你的声音我听得比较清楚。另外的话就是按摩耳轮，由上往下这样搓揉，我们建议直接用36下为一个单位。就搓得红红的。对，搓得红红，搓得热热的，这个可以让整个耳朵循环好。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剪刀哈，在耳朵的前后上下搓揉，这样搓揉可以把耳朵的前后这边的循环也变好。那鼓膜的按摩法有2个方法，一个是用食指哈，在我们的这个耳朵凸起来这个地方哈，给它压下去。再放开，压下去再放开，你会觉得啵啵啵的声音，压36下，或者是我们就直接手掌心对着我们的耳朵压下去，用力拉开，啵的一声，我觉得让它压力产生那个，对，产生压力的一个震动。这2个方法都是36下。做完之后，我们再做一个鸣天鼓哈，我们食指放在中指的后面，由后往前弹，然后再放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掌心对着耳朵。那这个手呢，2只手放到后脑这里，食指放在中指的后面，然后往前弹你的后脑这里，这像打鼓的声音就是鸣天鼓，是去刺激耳朵的那个声响吗？对，它可以震动，促进它耳朵这边的循环。都很简单。那另外一个收尾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，就是你还是要看一看你的颈椎这里有没有卡住所以顺便按一下颈椎。对，颈椎的话就是你把颈椎的筋节痛点也要把它按开，那整个头脑就清爽了。我们透过这样简单的保健方法，其实是可以有机会恢复的。这样子是。那耳鸣一般来说，医生都会说，黄金的治疗期是3个月以内嘛？对，就说在这3个月以内，一般您的案例的有没有在3个月内复原的已经到100%了？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了哈，有一个58岁的一个妇人，她40岁的时候去学拉小提琴，那一天一拉完就听不到。我们的临床的经验来讲，可能这边跑掉了，经过治疗就没有治疗好，他左耳聋听不到18年，这么久？对，其实也是因缘际会的，就是因为他妈妈过来给我们看一些腰腿不舒服的毛病，他就问说，你这个耳聋也没有办法治啊，已经18年了。我就说，那你给自己一个机会吧，就照我们的方法帮他调。他扎了穴位，除了刚刚讲的这些以外呢，我们还有扎了手脚的穴位，针了6次之后，怎么开始好像听得到一点声音了？后来我们在持续帮他针了30次之后，他跟我讲，自己觉得大概恢复的大概可能有70%左右。这个算比较特殊啊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这么的幸运，或者说可以调得这么好。因为你如果说耳聋久了，确实是
难度很高。但是我们临床发现，你今天如果是重听，是他听那个助听器，很有机会可以不用助听器，但是治疗也就是需要点时间啊，毕竟他已经算是有点慢性病。那今天呢，医生也要帮大家介绍，就是关于肾虚要怎么样在平常做一个食疗食补的一个方式。现在介绍这个药膳呢，主要是属于肾虚的，有一些耳聋啊、耳鸣的患者。当然不是说耳鸣耳聋只适合吃啊，我们平常也可以适合保养。有石菖蒲60公克，猪肾1对，葱白1握，粳米少许。做法呢，先以水煮那个石菖蒲，然后取汁去渣，再加入粳米、葱白、猪肾一起煮，那来调味，空腹食用。那我再介绍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案例，我一个患者，80岁一个老太太，有一次感冒已经治好了，结果2只耳朵都突然耳聋了。我们就用针灸治疗，治疗了1个礼拜，效果一直都还没出来。后来我就建议用食疗，那一次的食疗我是用猪肾再加骨碎补，结果他吃了1个礼拜之后，耳朵突然听得到。OK， 那我们也请医师来试吃看看。挺好吃的，完全没有药味，大人小孩都非常适合。其实也很多有耳鸣困扰的朋友，他不见得是老年人，他可能年轻人在看医生的过程当中，心理上也很煎熬，因为第一个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好，这个他会不会就从此听不到？对。所以如果看到这一集的朋友呢，也可以分享给其他的朋友，有需要的朋友。谢谢医师，谢谢您，各位朋友。如果这支影片对您有帮助，欢迎按影片下面的超级感谢赞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制作更好的内容，让您和您的家人更健康。